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薛元在我俩3周年结婚纪念日这天带回了他金屋藏娇的小三，他们全家人联手逼我离婚。没过多久，我去了他新入职的公司，被他当众嘲讽。总裁特助却越过众人朝我鞠躬：“小文总，好久不见。”薛元悔不当初。小文总，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是什么意思？我看着面前甩过来的离婚协议问道。还能是什么意思？对面靠在薛元臂弯里的女人涂着橘粉色的唇膏，笑得一脸娇俏。文旭，我们离婚吧。我握紧了桌面之下的一双手，看他俩搂得难舍难分。你为了他跟我离婚？我扫了一眼那寒冬腊月里还一身 V 领低胸短裙的女人，她是韦氏集团陈总的侄女。我能接到韦氏的录取通知书，全靠陈总。薛元说着，转过头去，冲着女人谄媚地笑起来。文旭，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助我往上爬的人，而你不是。不要死缠烂打，让我瞧不起你。闻言，我垂下头，发出一声嗤笑。陈总，我怎么不知道韦氏何时有过一个陈总？你一个小白领能知道什么？薛元身旁的女人夹着嗓子，趾高气昂道：“好，我答应离婚。”我伸手拿过离婚协议，站起身来。这房子当初是我买的，请你们1个月之内从这房子里搬出去。薛元未料到我会说出这句话，扭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女人，恼羞成怒道：“文旭，你别胡说，这房子是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没错。我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当初是你死皮赖脸要我将房子更名，过户当时的文件和交税票据我还保留着，我随时可以去房产中心调出原始档案。我不介意给你普及一下房地产法。文旭，你……薛元从沙发上猛地窜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什么？这房子居然不是你的？”女人瞪大了一双眼睛，也站起身来：“薛元，你敢骗我？不是的，珊珊，你听我解释。”薛元话音还没落，一道身影从房间里冲了出来，还未等我看清，脸上便一阵火辣辣的疼。“文旭，你个恶毒的女人，你竟敢坑我儿子！”我抬起手揉了揉脸，面前站的是薛元的母亲任秋萍。“妈，这是我对您最后的尊重。什么叫我坑您儿子？当初可是他巴巴地追了我4年，求了3次婚我才嫁给他的。婚后这个家房子车子用的都是我婚前自己买的，怎么现在改了个名字就成你家的了？怎么不是我家的？写了我儿子的名字就是我家的。女人就是出嫁从夫，你的就是我儿子的，哈哈哈。”我看着他一张扭曲的脸，突然笑了起来，感叹自己居然到今天才看清这母子俩的真面目。你倒是提醒我了，我那还有你这几年打麻将输钱给人家签下的欠条呢，还有我去还钱的时候人家写下的收据，每一张我都留得好好的。改天我仔细算算，你们家到底欠我多少钱，好叫你儿子一并还给我。你个贱人！他说着又抬起手来，我一把攥住他细弱的胳膊，猛地甩开。我劝你们适可而止，我可不是个好脾气的人。我扭头又看了一眼薛元，微微笑道：“薛元，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说完，我再没理会任秋萍的吼叫，径直摔门而去。走出小区，我毫不犹豫地掏出电话拨了过去，那边很快便接了起来。“过来接我。”天盛豪庭西门。10分钟后，一辆黑色的红旗停在我面前，驾驶座上下来一个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的男人，冲着我微微躬身道：“大小姐，让您久等了。”
我点了点头。开门，男人应声弯腰拉开了后座车门。我正要钻进去，却见后排还坐了一个男人，一身藏青色的定制西装，戴着腕表的手轻轻搭在座椅上，挑起眉瞥了我一眼。我有些窘迫，抬腿迈了进去。小叔，男人从嗓子里嗯了一声，说道：“还知道回来呀？我离婚了。”说着，我将手里的离婚协议掏了出来，放在桌上。真是长了一双狗眼，竟然还敢跟我孙女离婚！饭桌上，爷爷坐在主位，将手里的拐杖敲得当当响。我抬眼瞥了瞥对面坐着的文行之，只见他置若罔闻地夹了一筷子白灼菜心，慢悠悠地说道：“您不是最不同意她嫁给薛元的？这离婚了，您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爷爷瞪了一眼自己的小儿子，气哄哄道：“那不一样，我孙女还没嫌弃他呢，他居然敢在外面给我找小三，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讪讪地笑着，将手里扒好虾仁递到爷爷嘴边：“没事的，早看清这一家人也好。只不过我那套房子和车子还在薛元名下，得拿回来。”爷爷吃了下，面色缓和了些：“你自己决定吧，公司法务部的人随你用。”说着，又摸了摸我的脸：“明天开始你就回韦氏吧，叫你小叔叔派人去把你的东西先取回来。最近让林姐多做点你爱吃的，给你补一补，看你瘦的。”我笑着点了点头，应道：“好。”次日，我拿着钥匙打开门的时候，薛元正搂着他的新欢一家人，母慈子孝。楼上左手边的一间，里面所有的女士用品都是我的。文旭，你这是干什么？薛元一个箭步冲过来，看着我身后的人，乌泱乌泱地上了楼去。干什么？我瞥他一眼，仿佛在看一个厌恶的陌生人。自然是把我的东西拿走啊，免得时间长了，东西丢了都不知道。我自顾自地走进屋去，坐在沙发上。文旭，你不要血口喷人，谁拿你东西了？任秋平嚎叫着冲了过来。我只说东西丢，可没说是你拿了。你激动什么？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人事部发来的信息：小文总，公司总监级别以上没有姓陈的人。我看完短信，挑了挑眉，抬起头看了一眼靠在薛元身边小鸟依然的林珊珊。我突然有些好奇，不知这位小姐的长辈在韦氏哪个部门高就啊？我姑父可是韦氏企划部的副总监。林珊珊趾高气昂地瞥了我一眼，目光里全是不屑。我做恍然大悟状哦了一声，低下头给人事部回了一条信息：大小姐，衣物都已经整理完毕了，您需要看一下吗？我收起手机，门口已经堆了3个箱子。我摇了摇头，衣服无所谓，主要是屋子里的首饰。清点过了吗？正在清点，目前发现少了一个手链。手链？我扭过头去，看向他递过来的图片。那是我18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我的成人礼，一条定制的满钻手链，有价无市。我转头去看薛元，刚要张口问，却见林珊珊将右手往身后藏了藏。我扯出一抹讽刺的笑容，站起身走了过去。林珊珊，在我好好说话的时候，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还回来。屋里的所有人应声看向他，他一张浓妆艳抹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来，把他的手给我拉过来。我懒得废话，挥了挥手，身后2个人便上前去按住了他的肩膀。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林珊珊扭动着身子，连带着胸前也跟着波涛汹涌。文旭，你要干什么？这是我家，你再这样，我要报警了。薛元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将林珊珊护在身后。哈哈哈！我捂着嘴笑得弯下腰去。薛元，你搞清楚这是谁家？
鸠占鹊巢，还能这么大言不惭，你可真是你妈的亲生儿子。还有，你不是要报警吗？那正好，一并把这偷东西的贼也送进去，省得劳烦执法人员再跑一趟。林珊珊躲在薛元身后的脸色开始越来越难看，却瑟缩着不发一语。林珊珊，我劝你赶紧承认，那条手链是我爷爷送我的礼物，内圈刻着我的名字缩写和生日，且是当年的定制款，就算你想转手卖出去，也没有谁敢收。说着，我又扭头看了一眼他藏在身后的手腕。薛元眼尖地发现了我的视线，转过身去问道：珊珊，到底怎么回事？你拿他东西了？话音还没落，林珊珊泪如雨下地哭起来。我就是看这个手链很漂亮，所以借来戴戴。我冷笑一声，看着他卖力表演，不问自取便是偷。你说你是借的，谁答应借给你了？薛元脸色也有些难看，急忙去摘他腕上的手链。你怎么能拿他的东西呢？你想要的话，我买给你就好了呀。妈，我冷笑一声，接过薛元递来的手链，你怕是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起。说着，我将手链放进盒子里收好，站起身说道：薛元，别忘了1个月之内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走得极其潇洒，却没想到那屋子里是怎样一番鸡飞狗跳。薛元，你居然把那手链就那么还给他了？林珊珊，我见犹怜地抹着眼泪哭喊：那不然怎么办？真让他报警吗？薛元瞥了一眼林珊珊裸露的胸口，有些烦躁。房子的事，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忘了，你是靠我才进的韦氏。薛元思索了片刻，压下性子，将林珊珊搂过来。好了，你别生气，1个手链而已，我再送你1个，咱们不要他的东西。林珊珊听着，这才缓缓软了下来，拧着身子回了房间。儿子，我刚才听文旭旁边的人叫他大小姐，他不会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吧？任秋平挪着屁股蹭到一脸愁容的薛元身旁。哎呀，妈，那就别跟着添乱了。薛元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怎么可能结婚这么久都没跟咱们说过呢？你别想那么多了。任秋平讪讪地答应着，心里却不认同。想当初，文旭一个父母双亡的小白领能拿出这么大一套房子，他就觉得不对劲。不过现在儿子傍上了韦氏，那文旭再厉害又能怎么样？等儿子在韦氏平步青云，他也就能跟着享福了。东西都拿回来了。文行之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看着工人一箱一箱的往楼上抬东西。我点了点头，走过去坐下，基本都带回来了，其他的小东西就无关紧要了。电视上正播放着财经新闻，韦氏名下的子公司瑞意传媒已经完成了D轮融资，韦氏集团已经正式迈入全类型产业，准备什么时候回韦氏上班啊？小叔随手关掉电视，打断了主持人的彩虹屁。我垂下了头，手指抠了抠裤子。就这2天吧。你爷爷的意思是让你明天就回韦氏。最近瑞意刚完成融资，连带着总公司也很忙，每天有一堆的媒体记者堵在门口。你回去也可以给总裁办减轻一些压力。我撇了撇嘴，没回话。小叔看着我，缓缓叹了口气：小旭，你大可不必觉得为难，你的能力，你爷爷和我都非常清楚。我膝下无子，你是文家孙子辈唯一的一个独苗，若不是如此，你爷爷当初也不会为了你开心就同意你嫁给那个薛元。从小到大，每次爸爸要打我的时候，都是小叔和爷爷护着我。后来爸妈意外去世，小叔一边读大学，一边拉扯我和爷爷，这么多年就是3个人相依为命走过来。
我低垂着头，吸了吸鼻子，回答道：“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回去上班。”乖。小叔站起身，抚了一把我的头顶，转身上了楼。我转过头目，送着他回了房间，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帮我查企划部所有姓陈的员工，今晚之前给我消息。早上蹭了个车，刚到公司门口，我率先打开车门跳了下来。小叔，我就不跟你一起去地下了，我还有别的事。说完，我3步并作2步进了公司大门。正值上班时间，大厅里的员工人来人往，我记得人事部应该安排了人来接我。我信步到前台，刚想张口，便听见身后传来薛元的声音：“文旭，你在这干什么？”我扭头过去看他，打扮的却是人模狗样，这一身西装大概花了他不少钱吧。还未等我接话，他自顾自地笑起来：“哦，不会是知道我在这，追过来求我复合的吧？”前台接待的小姐被他突如其来的话带跑了思绪，看着我问道：“您好，请问您找谁？”话音刚落，薛元在旁边插嘴道：“人事部在3楼，如果你是来应聘的，我不介意给你引荐一下。”“不必了。”我勾动嘴角笑起来，“我在这等人而已。”正说着，小叔的助理秦川从总裁专用电梯上疾步走来：“抱歉，小文总，让您久等了。一早上终于看见一个顺眼的面孔。”我微微笑起来，说道：“哟，秦川，好久不见了。”秦川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跟小叔一样，一张不苟言笑的脸，朝我鞠了一躬道：“小文总，好久不见。”薛元一张脸顿时煞得五颜六色，扭过头来，瞪大一双眼睛望着我，嘴里念叨着：“小文总。”秦川引着我走向总裁专用电梯。我转过头看了一眼站在原地发愣的薛元，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对秦川说：“秦特助，这个人事部是不是应该整顿一下呀？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里招？韦氏是扶贫企业吗？”秦川顺着我的视线，也回头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明白了，稍后我会通知人事部开会。”走进电梯，秦川站在我身前，从容地按下49层。我捋了捋鬓角的碎发，说道：“明天晚上就是公司年会了吧？”秦川半回过身看向我：“是的，小文总，通知所有员工可以携带1名家属参加，特别是企划部的那位陈总。”我笑了笑，脑海里突然想到刚刚薛元的那张脸。既然你薛元觉得自己已攀上了能让你平步青云的绳子，那我就亲手将你这根绳子斩断。年会你也要去？晚间的饭桌上，爷爷表情惊诧：“是啊。”我点了点头，忙着往嘴里扒饭。你以前不是一贯最讨厌这种场合了，这次怎么这么积极？我看林姐刚才把你妈给你留的那个钻石项链都翻出来了，这是要去相亲？我瞥了一眼爷爷八卦的表情，说道：“相什么亲啊？我是要去虐渣。”虐什么？爷爷一脸疑惑，看了看吃相优雅的小叔薛元，入职韦氏了。小叔一脸平静地朝爷爷抛出了一个手雷：“薛元，那个狗东西也配拿韦氏的工资？谁把他招进来的？是谁？”我放下筷子，拿起手巾擦了擦嘴：“爷爷，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好。”爷爷大笑着敲起手中的拐杖：“有仇必报，不愧是我文家的孩子。”当我挎着小叔的胳膊迈进会场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在了我身上。从侍应生托盘里随手端了一杯香槟，一旁的秦川凑到我耳边低声说：“小文总，前方3点钟就是企划部的陈文全和他太太许莲。”我将酒杯端到唇边，借着遮挡瞟了一眼，薛元到了。我挑了挑眉问道：“
企划部全员到场。还没等我答话，小叔低下头来告诫道：“这毕竟是年会，别闹太大。”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不闹大怎么解气？还未等我动作，便老远看见薛元奔着陈文全找了过去。陈总您好。陈文全被突然挡在面前的年轻人叫了一愣，下意识地与他握手。你是？陈总，我是薛元啊，托您的福我才能够进入伟世这样的大企业呀。陈文全疑惑的脸瞬间白了2个度。我晃了晃手里的酒杯，朝着正寒暄的2个人走过去。原来这就是引荐你的陈总啊。薛元看着我一身抹胸拖地鱼尾裙，微微愣了愣神。哎呦，小文总！陈文全急忙堆起一脸笑容。怎么，您和他认识？原本是认识的。我装作忧伤似的叹了口气。可惜他爱上了您侄女，要跟我离婚，逼我净身出户。周围瞬间仿佛投入了一颗地雷般，瞬间鼎沸起来。这男的出轨呀！我的天，居然不要小文总，真是捡了芝麻丢西瓜。薛元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绿，一双眼死死地瞪着我。文旭，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微微笑起来，提了裙摆凑到他耳边。薛元，我说过，希望你永远不要后悔跟我离婚。我文旭有仇必报。说完，我又端起酒杯，朝着陈文全旁边的太太摇摇一笑。陈太太那侄女，我也是见过的，属实是蒲柳之姿，倾城之貌。我侄女？许莲脸色一僵，我没有侄女呀。没有？我一脸惊诧地反问道。那林珊珊口口声声可是喊陈总姑父，不是您侄女，还能是谁？话音刚落，只见陈太太扬起胳膊，啪的一声挥在了陈文全脸上。又是林雪兰对不对？又是那个贱人，你还在和他联系？陈文全手中的酒杯被惊得落了地，碎片四溅开来。你胡说什么呀？大庭广众的！陈文全捂着脸，想要拉着他出去。你给我放开，我就要在这说。许莲一把甩开陈文全，将手里端着的半杯酒迎头泼在他脸上。人家口口声声叫你姑父，你还说没和他联系？还有他……许莲回过头指了指薛元，那林雪兰的侄女是他姘头，所以托你把她弄进来，对不对？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托谁的福才进的韦氏？是我爸！你个狼心狗肺的老东西！许莲越说越激动，抬手脱了高跟鞋就朝陈文全头上敲去。我看热闹看得正起劲，身后小叔过来拉我，离远点，溅你一身血！我笑得花枝乱颤，接过一旁秦川递来的披肩，走吧，我想回了。坐在车上，我静静地看着秦川发动车子，突然开口说道：陈文全利用职务之便，越过人事给他人开后门。薛元通过非正规途径入职韦氏，2人明天去财务领工资走人。是，小文总。第2天一早，果不其然，在公司1楼看见了薛元的身影。只不过我没想到的是，还有任秋平。我了然一笑，看来这娘俩是来找茬的。我掏出手机，默默发了个短信出去。还没等我将电话揣回兜里，任秋平已经2步冲过来，扑到我跟前。我抢在他开口之前，大声问道：哎呦，来得这么早，是来还钱的吗？周围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他们2个身上。有人认出薛元就是昨天年会的主角，在人群中窃窃私语，就是他就是小文中那个前夫，出轨男啊，就是那个企划部陈总走后门招进来那个。对，昨天在年会上都闹翻天了。我听说陈总今天也被开除了，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任秋平头发都竖了起来，冲进人群里，朝着那几个说话的员工大喊道：
伯母，你有事冲我来，再这么撒野，我有权叫保安请你出去。我一个箭步挡在他面前，抬起手朝着旁边的保安招呼了一下。任秋平见状，扑通一声跪在我脚边，连酝酿都没有，直接哭喊起来：“小旭啊，我们家的条件确实是委屈了你，是我们高攀了，但你不能为了一脚踢开我们母子，就说阿元出轨呀，这是多难听的罪名啊！阿元从跟你结婚以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是最清楚的了。”我站在原地，双手抱胸，咧嘴笑道：“清楚，清楚得很。住着我的房子，开着我的车，跟我离了婚，还想继续霸占我的房子，跟小三过。”我话刚落地，母子俩的脸色伴随着周围的惊呼声，轰的一声绿了起来。我的妈呀，这也太不要脸了吧！这可真是活久见！我招呼保安，将任秋平一把从地上拉起来，微微朝他探头道：“你说我要踢开你们？我做了文家的女儿20多年，如果我嫌弃你儿子，从一开始就不会嫁进你家。你现在跑到公司来说这些，无非是埋怨我没有利用韦氏的资源助你儿子平步青云。可你儿子最开始娶我，不也是觉得我无父无母，无根无基，好拿捏吗？任秋平，你现在演这些是想表达什么？今年奥斯卡提名有你。文旭，你说话别太过分，我妈毕竟是你长辈。”薛元2步从后面冲上来，推开保安，扶住任秋平。母子俩一副被恶势力欺压的可怜相，看得我兴趣盎然。是啊，长辈，一晚上打麻将输了3万的长辈，需要他钱儿媳妇我拿着现金去赎人的长辈。说着，我转过身，朝着人群里的人问道：“这样的长辈，你要不要？你呢？你要吗？”被我目光扫视的几个人纷纷摇头，急忙往后退了退。摊上这样的婆婆，上辈子杀人放火了吧？这是我亲妈，我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婆婆。有这样的妈，儿子出轨好像也挺顺理成章。你们在胡说，我告你们诽谤！你们谁看见我儿子出轨了？谁看见了？任秋平猛地从薛元怀里窜起来，一点没有了刚才的虚弱样子，目目圆睁地瞪着我，咬牙切齿道：“文旭，我告诉你，离婚手续还没办呢，你的钱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韦氏得分我儿子一半。你没有证据证明我儿子出轨，你没有。”任秋平的话逗得我前仰后合，抬手看了一眼腕上的表。我回过头朝门口的保安使了个眼色。任秋平，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终于把你今天的目的说出来了。你儿子想要韦氏，这么多钱分给他，你也不怕把你的宝贝儿子压死？好，你说我没有证据证明你儿子出轨，放心，证据马上就来。话音刚落，从大门外远远地传来了叫骂声，众人正张望着，只见林珊珊踩着恨天高跑了进来。我侧过头去看薛元的脸色，复杂的仿佛一个调色盘。薛元，你个负心汉，从昨天开始就联系不上你，你果然跑到这来找你前妻了。还没等所有人看清来人，林珊珊已经一把扑进薛元怀里，将任秋平都挤到了一旁。珊珊，你怎么到这来了？薛元连忙将他推开，慌乱地环顾四周看戏的人们。我怎么不能来？我姑父才刚被韦氏开除，你就不要我了是不是？你别忘了，是因为我你才能进的韦氏。林珊珊的长指甲几乎快要戳到了薛元的鼻子上，语气活像一个被抛弃的怨妇。他就是薛元那个小三。人群里刚有人说话，林珊珊恶狠狠地瞪了过去。谁是小三？我和他才是真爱，你们不懂，不要乱说。是了，小三都是这么说的。我听说他嘴里那个姑姑就是陈总的小三啊。
怪不得昨天陈文全那个脸都被他老婆挠花了，这姑侄俩真行啊，都是走一个路线的。人群中的讨论声越来越大，林珊珊气得原地跺脚，转过头看见了在一旁看戏的我，扭着屁股走到了我跟前。文旭，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成了韦氏的大小姐，你就可以从我身边抢回薛源，别做梦了。薛源爱的是我，他第一次见我就说对我一见钟情了。你再怎么别说了，珊珊，快别说了。薛源目眦欲裂，大跨不过来，一把捂住了林珊珊的嘴。怎么不让说了？我笑起来，看着他因为羞愤而发青的一张脸，给大家听听你俩的爱情故事呗。文旭，我盯着他咬牙切齿的一张脸，微微笑道：“本小姐在此。”还没等我一张笑脸收回来，身后走过来一个人，拉了我一把。我在围观人群的惊呼中抬起头，小叔，文总，是文总啊！文总好帅，一把年纪还这么帅。文行之垂眸睨了一眼还坐在地上哭闹的任秋平，皱了皱眉头。保安，现在是上班时间，无关人员清出去。话落，周围瞬间涌上4个身强力壮的保安，连拖带拽将任秋平拎出了韦氏大门，上了总裁专用梯。我靠在轿厢上哼着歌，小叔斜着眼瞥了瞥我，就这么开心？我扬了扬下巴道：当然，你在楼上看戏不也看得挺开心？那套房子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拿回来？就这2天吧，懒得等了。我翻看了一下法务部发来的文件，朝办公桌前的秦川招了招手。小文总。秦川一本正经地扶了扶眼镜，走上前来。我小叔之前用保镖请的是哪家公司的？秦川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了翻，答道：您需要的话，我这边帮您联系。好啊，给我来10个，不，20个。翌日，我带着这20个保镖敲开了薛源的门。文旭，你还敢来？这是我家，我有什么不敢来？我嗤笑道：把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除家具电器以外，统统打包扔出去。身后的20个人齐刷刷地冲进屋里，把站在门口的薛源吓得一个没站稳，坐在原地。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他手忙脚乱地爬起来，看着屋子里瞬间被翻得一团乱。任秋平听着声音也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这很难懂吗？我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端详了片刻，咬进嘴里。我来拿回我的房子。任秋平一听，当即坐在地上开始撒起泼来。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是违法的。这是我儿子的房子。我叹了口气，放下手里吃了一半的苹果，朝一直站在我身后的人摆了摆手。任律师，麻烦您给他解释解释。薛源先生您好，我是韦氏法务部代表人任秋实。这个文件袋里有当时该住房过户时的所有手续和交税凭证复印件。当时您为了减免税额，选择了买卖房屋的过户手续。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小文总有权撤销过户，所以现该房屋已经回到小文总名下。如果您现在不自行搬离的话，我们只能申请法院强制要求您腾迁房屋。薛源听得脸色一阵阵发白，一把抢过文件袋拆开，那里面还有这些年我帮你妈还赌债的欠条复印件，总数我已经附在背面。如果你有异议，也可以自己算一算。我站起身，缓缓走到薛源面前，看着已经跌坐在椅子上的他，心里涌起一阵阵快意。我不管，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今天就坐在这，我看谁敢动我。任秋平见哭闹没用，搬了一个椅子，一屁股坐在了门口，拦住了保镖进出的路。我看着他两腿一盘，
那视死如归的气势，突然恶从胆边生。伯母，你知道韦氏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我随手拖了一张椅子，走到他对面坐下。任秋平抬起眼皮看我，目光躲闪着，靠的是心狠，是在战场上不给敌人任何机会威胁自己。说完，我朝身后挥了挥手，两个壮汉走上前来，轻轻松松连人带椅子抬了起来，就朝窗口移动过去。顿时，任秋平的尖叫声贯穿了整栋楼。薛元扔下手里的东西，踉跄着扑了过去。文旭，你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一进门就说了，我是来拿回我的房子的。既然你们不愿意还，那就只能用特殊手段处理了。这里才3楼，死不了的。说着，我又将头凑到任秋平面前，扬起一张笑脸。伯母，我跟你保证，掉下去顶多就是摔断2条腿，你儿子这么孝顺，一定会好好赡养你的。语毕，我抬了抬手，两个保镖做事就要往下扔。文旭，文旭，我搬，我们马上就搬。薛元扑通一声跪到我脚边，伸手扯住我的裤脚。任秋平已经连人带椅子倒在了地板上，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我抬了抬脚，踢开薛元的手，蹲下身来，夫妻一场。我感谢你的坦诚，也感谢你们给我上的这一课。薛元，从前我爷爷说我们不合适，我不信，偏要把这瓜扭下来尝尝，还真挺苦。说完，我站起身，环顾了一圈狼藉的屋子，转过身朝外走去。别忘了你们欠我的钱，1个月为期，1个月后我们就法院见了。任秋平看着趴在地上失魂落魄的儿子，已经3魂没了气魄。儿子，这房子不能还呀，没了这房子我们住哪呀？你再去求求他，你再去求求文旭，他之前那么听你的话，现在也可以。薛元福跪在地上，2只手抱着头，听着任秋平在耳边不断地念叨着：妈，你别说了，要不是你当初一直看不上文旭，一直怂恿我找一个条件好的，会有今天的事吗？那我也不知道他背后的靠山是韦氏啊。任秋平嗫嚅着，被儿子一张脸害得不敢说话。这房子你以为我想还吗？不还怎么办？让他们把你从楼上扔下去。你指望以后珊珊像文旭那样对你鞍前马后，端屎擦尿？还有你欠的那么多钱，你让我拿什么还呀？薛元想着那一张张欠条，又是一阵头疼。回到公司，我径直乘着电梯上了49层。小文总，秦川老远朝我点头致意，我微微笑了笑，推开办公室的门。回来了。小叔从电脑前抬起头瞥了我一眼。是啊。我随手将包扔到桌上，歪着瘫倒在沙发里。事情处理得怎么样？小叔摘下眼镜放在一旁，端起手边的咖啡走过来坐下。任律不是应该都跟你说了吗？还问我干嘛？我接过秦川送进来的茶水，抿了一口。你不觉得我今天做得过分？我有些惊讶于一向内敛低调的小叔居然没有对我今天的做法产生质疑。你开心就好，他说着放下手里的杯子，突然转过头来，严肃地望着我。文旭，欢迎回家。我愣了一瞬，随即笑了起来。是啊，我回来了。委实，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